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要继续来回首当年呐，我们已经讲完了上中两集喽，今晚要讲第3集，也是最后一集呀。上一集我们讲到的是2001年的印度的大地震嘛，那今天晚上我们就接着讲2002年啊。那2002年呢，我在正言上人的指示下呢，前往新加坡担任分会执行长啊。这个时候我家师姐还在吉隆坡，她也是承担执行长啊，所以在新加坡的这10年里面呢，我们2个人是夫妻一人顾一坡啊，同为慈济来奔波，相见时少离别多，所以没空起风波。到新加坡之后的2年啊，也就是2004年的12月26日啊，大家都知道发生南亚大海啸。那个时候我人在美国洛杉矶啊，那由于新加坡跟马来西亚两地离斯里兰卡比较近呐，因此上人就请本会同仁呢打电话去美国，问我啊去斯里兰卡勘灾的这个意愿啊，上人也蛮尊重的啦，不是说我派你去你去，他问你方便吗？你愿意吗？啊，上人很尊重啊，我当场回复8个字啊给这个同仁啊，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呢。我讲8个字：义不容辞，全力以赴。结果电话挂上后不到10分钟哦，又再度电话来了，告诉我说：继续师兄，上人请你现在立即去斯里兰卡参与急难勘灾。接到这个指示之后呢，我马上立即订机位啊，从洛杉矶飞到台湾，清晨5点多抵达桃园后呢，再转8点多的飞机飞吉隆坡。回到吉隆坡，马上回去家里准备勘灾所需要的各种装备后，再赶回吉隆坡机场搭机呢，飞去新加坡。那在晚上10点多呢，搭新航班机呢，也是飞了3个半小时抵达可伦坡。因为呢，斯里兰卡的时间比台湾慢2个半小时啦，尼泊尔也是啦，所以抵达可伦坡，出了机场，到了饭店，已经是当地的清晨2点呢。睡不到4小时，也是再度出发去灾区啊，因为路途很远呐，也就是在最南端的那个靠近印度洋的那个汉邦托塔，靠近印度洋嘛，那时候还没有高速公路，我们一行人呢坐那个箱型车啊，走山路啊，需要6个多小时啊，就这样呢，前后花了2天的时间呢，马不停蹄啊，从美国到了这个斯里兰卡的南部重灾区啊。那当年海啸发生的时候呢，斯里兰卡没有慈济志工跟据点呢，因此呢就由台湾本会直接主导啊。而我那时候因为是负责新马的慈济会务嘛，因此就是顺势也很方便，就整合了台湾跟新马的志工跟同仁呢，立即到那个前往那个灾区啊，并物色在灾区不远、离海边不远的一间建筑物呢。当作救灾协调中心啦，因为这个协调中心的前面空地很大，因此我们也兼做了预计要进行的义诊的场所，把它当作义诊的场所，需要地方大一点嘛，准备长期抗战啦。而这个救灾协调中心的附近有一处空地，走路就到了啦。政府挖了一个面积蛮大的一个地方哦，也蛮深的哦。那这个什么，这叫堆放所有遗体的地方啦。全部丢进去里面啊，死得很没有庄严，很没有尊严呐。那由于政府的救灾人手不足嘛，加上气候又湿热，因此找到的遗体都会用黑色的塑胶布先包住，集中放在路边。即使用塑胶布包住，尸臭味还是会四处飘散啊。所以我们抵达灾区的第2天呢，就已经开始闻到尸臭味了。那到那边以后，每天都是忙着勘灾嘛。白鞋呢，白色的球鞋已经被那个红色的泥土染红的啦，但那边都是红色的泥土啊，而且好像跟塑胶跟那个胡椒粉一样啊，随便一下就是飞扬了。那每天早上要去勘灾之前呢，大约差不多当地时间7点左右了哈，台湾是差不多早上9点半左右嘛，都必须向上人呢报告灾情，让上人了解实情之后呢，灾情之后呢，做出后续的救灾计划嘛。
我还记得呢，我到灾区1个月后呢，我的手机费用是美金5000多元呢，记得很清楚，台币15万左右啊。各位想想啊，台币15万的电话费啊，那是要把手机贴在耳朵多久的时间呢，才会累积到这么高的费用啊？那个时候还没有智慧型手机啊，现在智慧型手机可以打开扩音嘛，不用放在耳朵嘛，对。那时候那种手机是要贴在耳朵的嘛。看灾期间有一天呢，我发觉我的手机坏掉了，麻烦了，那怎么没有手机怎么办事情啊？声音怪怪的啊。后来我把它想把它换到右耳来听哦，正常的哦。所以证明说手机没问题，我的左耳出问题。那我也不敢在当地看医生了，只能用电话跟新加坡的医生。那时候我在新加坡嘛，跟医生讲这个详情以后呢，那这个耳科医生呢就把这个滴药拖着我们来的团队带过来给我滴药，滴了2个礼拜后还好痊愈了，还好。那斯里兰卡虽然有95%的人口是佛教徒啊，然而住在汉邦托塔海边的居民都是回教徒，他们以捕鱼为生因为靠近印度洋嘛，因此面对海啸来袭是首当其冲啊，死伤累累啊，所有家园跟建筑物以及回教堂无一幸免的各位可以看看这个相片，很多的往生居民都是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找到遗体呢，几百公尺以外的地方找到遗体，可见的海啸的威力是多大而且市区很多树上都是挂着衣物跟垃圾挂到哪里就知道说水淹到哪里的，非常的高啊，逃也逃不了了。好，那勘灾2个礼拜后呢，正言上人决定举行跨国义诊借由这个义诊呢，给灾民们精神上的抚慰跟辅导。我们在勘灾时去走访当地的医院医生跟我们讲，发生过后有一个灾后症候群的产生也就是很多人自杀，一家7人往生6人的，一家5人往生4人的，这个唯一的幸存者如果没有适时的疏导的话，很可能就跟着自杀了嘛。所以义诊现场有来自各国的良医良护还有充满大爱的慈济志工借着义诊的机会呢来让灾民们呢跟我们接触，我们可以适时的来做一些关怀跟陪伴的工作而这个义诊是有人医会的国家啦，包括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加拿大这些国家呢，跨国接力进行在灾区连续举行了7次的接力义诊每一次呢7到10天那义诊现场如果发现有特殊的个案由慈济志工持续去他家继续给予精神关怀这个当中当然谱出很多令人鼻酸的故事跟令人感动的故事那不止如此我们也在义诊的挂号处准备了几种当地生产的不同的稻米的米种的样品要挂号的时候顺便挑选哪一种米是你们大家最喜欢吃的，以这样子的问卷调查呢，去购买我们即将要来发放的大米这个就是将心比心的跟直接重点尊重效率的救灾理念其实这个就是慈济特殊的人文精神那由于灾民都餐风露宿在路边的帐篷里面嘛，因此义诊的时候呢，也同时进行组合屋的搭建。塑胶布那种帐篷用不久了当地用木子比较方便嘛，我们就用木造的，快速盖好组合屋之后呢，也同时举行物资发放你有一个暂时的家之外，你当然还有一些锅碗瓢盆大米生活物资等等嘛，这个就是安身也安心安身2个，安身身体的身，安心又安身生活的生3个所以这个大海啸就在第一步就先办义诊，而不是物资发放这是有它的道理因为我们看待的时候看到来自世界各国以及当地的慈善团体提供了相当多的各种救难民生物资而且堆满在许多政府的仓库里面有些呢甚至有些食品甚至都要快过期了
那政府不是不要发放，而是没有人发放，也不知如何发放，因为过去没有发生这么大的灾难过啊，而且呢，公务员也都受灾惨重，往生的往生啊，活下来的人也离开工作岗位了嘛，有些则去依亲了啊，所以救灾工作很需要各国的非政府组织呢给予协助，而跑在最先做到最后的就是来自台湾的慈济基金会啊。其实啊，这种大灾难的灾区反而不缺物资因为有爱心的人很多就跟当年台湾的921大地震一样啦。各位想想，当初还不是如此，来自四面八方的救灾物资大量送往灾区送往南投去啊，堆积如山，又没有办法有效管理，反而变成是一种物资灾难啊。上人去看的时候说：“哇，这个简直是个灾难嘛！”那我从2004年海啸发生后呢，从紧急勘灾跟赈灾啦，到之后的协助本土志工推动当地的慈善工作连续7年里面呢，我到斯里兰卡总共70几次啊。因为新塘的邦机都是清晨时刻抵达可伦坡嘛，那时候新加坡风会会务也十分繁忙，新加坡又有很多年轻的志工，因此他们都在下班后才能够来进士堂开会啊。那我就晚上再跟他们开完会之后立即赶往机场搭10点多的班机飞去可伦坡啊。那这个要感恩那个时候有很好的体力可以这样子操啊不过老实讲也蛮辛苦的啦然而正言上人提醒我们，不能说辛苦，要说幸福，因为有机会做而且也能做，就是一种幸福，就是一种福报能起这样的心念，就是在自我祝福的啦那刚到灾区勘灾的时候呢，因为所见所闻都是第一手灾情嘛，而且都这么远嘛，所以那时候很多国际媒体以越洋电话来采访我人生第一次有这种经验呢你说香港的媒体电视台了新加坡的、马来西亚的啦那大爱电视台那更不用讲了，几天就采访一次就是为了要给我们的慈济会众们知道慈济救灾的点点滴滴你们捐给慈济的钱就这样子花的啦。所以这种大型灾难，大爱台的团队一定是跟着去看灾，一起出发的他们必须巨细靡遗的报道而因为汉邦多塔灾区传送影像一直很不顺，那个地方刚去的时候，那个 WiFi 那时候 WiFi 也没有那跟我们同行的这个大爱台团队呢，只好分成2组每天一组呢前往刚刚讲6小时车程远的可伦坡那个地方信息就比较好一点，就传送画面另一组呢传完之后，从可伦坡再下来灾区以这种土法炼钢的方式来克服传送新闻画面的这个困难那勘灾过后呢，就决定要盖大爱村造镇计划。那过程中也是有很多故事原本正言上人只是说，如果需要的话你跟政府谈1000间、2000间的大爱屋我们慈济都可以答应的。然而，当我们向政府频频催促的时候政府只能提供到649间的名册啦。这是因为那时候还有很多跨国的非政府组织都有认领盖这个永久屋啦，台湾的法鼓山也是有盖所以我们就以649间去做造镇计划也签了这个备忘录那在审核大爱屋的灾民名册，我们要审核政府提供给我们要审核，我们逐一比对查核发现有往生者的名字在名册里面也发现不是灾民那名字却在名册里面那这些都被我们逐一剔除这也让当地的这个官员十分赞叹我们慈济，说哇，你们做的真的是非常用心那时候我只能告诉他们因为这些经费都来自全球慈济人的捐献我们必须如法使用那为了怕他们对他们不好意思化解尴尬我并且跟随行的官员解释说不是我们不相信你们而是我们更相信自己啦要这样跟他讲就这样呢，坐落在离市区6公里荒郊野外的这个大爱村造镇计划快速完成了那大爱村里面除了永久屋之外，还包括盖了一间
国立中学、礼堂、职训中心、医疗中心跟一间社区活动中心的，非常完整的。这才是正言上人所要的灾后造镇计划的理想啊！那这是实际在2004年到2005年的斯里兰卡海啸震灾的短中长期的赈灾做法。好，斯里兰卡讲完了，现在来讲北韩啊，2011年啊，北韩发生严重的粮荒加上年中的暴雨跟台风的侵袭啊，导致农业受重创几百万人的陷入饥饿的困境台湾持续接获了北韩朝鲜国际贸易委员会这个单位的求援信立即派遣看灾团前往看灾并且在当年的11月跟12月呢，进行2次的大规模发放我也是有幸参与的这2次难得的看灾跟发放也由于这样的因缘呢，才能够进入这个披着弥纱般的国度那时候的平壤人很多，但是车很少，马路也很宽但是整个城市是出奇的安静这个跟一般国家的首都是车水马龙那种繁荣的景象是有天壤之别的。你会感觉很奇怪，首都怎么会这么安静、这么宁静，好像乡下的那个气氛？可是它还是有很多高楼大厦所以这感觉很奇怪。不过呢，令人赞叹的是北韩虽然贫穷落后早在1970年代就建造地铁系统比台湾还早台北的第一条捷运是文湖线是1988年才建设完成的所以北韩比台湾早18年有地铁而且呢，地铁当地地铁的电扶梯要坐电扶梯下去嘛，对，那个电扶梯好几个都超过100公尺以上光是搭那个电扶梯下去车站3-4分钟可见有多深而车站里面的墙壁到了地底下那个车站里面墙壁都是贴着北韩出名的马赛克壁画，贴马赛克实在不简单那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北韩的高速公路都是铺水泥的，没有铺柏油的。我说这个成本不是很高吗？这是因为北韩石油资源极度匮乏，而且它又遭到国际的经济制裁嘛，因此它只能够铺自产的水泥啦。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铺上水泥的高速公路可以兼做临时的飞机跑道也能承受战车的频繁通行其实这个也是当初他们设计上的军事考量那我们发放的地点都是在平壤以外的农村地区嘛，走高速公路一趟都要3-4个小时，都是一早出门，晚上才回到平壤那原本北韩政府也是坚持你们不要那么辛苦你们把所有的捐赠那个发放物资捐给我们政府就好了，由我们自己来发但是上人的坚持一定要有慈济志工亲自发放北韩终于让步了。那我们也因为这样才有机会呢，走入乡间，去访视当地的民间疾苦让政府发，我们就没事就回家了，不是吗？然而当我们走访当地的这个乡村的家庭的时候呢，看到大多都是3代同堂以我们的角度看，生活条件是非常的简陋跟贫穷，但是在跟他们互动的时候很能够深刻感受到他们享受这种天伦之乐那北韩是一个封闭的国家嘛，村民都是务农我们去的时候白天他们出去农作的时候那个半山上的那个超级扩音器很远的高山上就放送那个他们领导人的那个精神谈话，蛮大声的你看在首都平壤也是一样早上7点多我们要出发的时候经过平壤的市区嘛那么早7点多，那大马路上的路边这边一堆那边一堆学生团体在演奏激励士气的进行曲这是我们在其他国家没有看过的难怪他们的人民的国家民主意识非常强烈嘛。那2011年在第一次勘灾跟第2次发放之后呢，原本还要再进行再一次的发放也就是第3次的，但是当12月中第3次的大队人马已经在北韩了，到北韩了却发生北韩领导人
金正日逝世嘛，这个消息大家都知道嘛，对。那金正日骤逝不仅中断了慈济的发放，这中断没有办法发了，那也为未来援助增添的变数。尤其呢，金正日逝世之后呢，金正恩上任嘛，那这个变局对慈济援助北韩的人道救援行动呢，也产生了实质的影响了哈。这是2011年呐，那2012年9月20日呢，大爱电视台的连续剧《语录》正式首播，方文琳演我家四姐，苏边宪演我，简场演我爸爸，简场是我变成我的爸爸，那邱乃华呢演我妈妈。那这部连续剧呢的拍摄工作呢，横跨台湾、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就是我过去的足迹嘛。其中有4/5的场景是在马来西亚完成的啦，而且马来西亚还跑去不止在西马，还跑去东马，创下大爱剧场在海外拍摄时间最长的纪录啊。那2012年这一年呢，我也在正言上人的鼓励下呢，卸下了新马的执行长的重担呢，返回来台湾呢，常住在花莲的净世金社，将新加坡分会执行长的这个工作呢，交棒给也是实业家的这个刘瑞士师兄啊。那他在接棒后，也是舍弃自己的事业全心投入慈济将士用命啊，加上事业的无缝接轨啊，造就了今天新加坡分会的会务蓬勃发展，很获得新加坡政府高度的肯定。我返回台湾之后呢，我家自己还是继续承担马来西亚吉隆坡分会的执行长到现在还是台马两地奔波了那2013年呢，也有一个世纪大灾难也就是发生在当年11月8日的菲律宾海燕风灾啊。菲律宾莱特省的都鲁万市发生当地100年来最强烈的飓风侵袭造成数千人往生，数十万家园被严重摧毁那整个市区好像残垣断壁、满目疮痍，一片狼藉景象就好像什么被轰炸机轰炸过一般令人触目惊心那灾区现场当然是缺水缺电一样，入夜后整个灾区好像个死城一样不止整个城市像废墟那灾后的机场也是一片凌乱而关闭只让各国可以垂直起降的那个救援运输机跟直升机使用直到第6天陆路抢通后呢，那我们菲律宾分会的立即动员看灾团队的去看灾嘛，那我们从台湾出发我们先遣团队在第10天之后才抵达那个重灾区那抵达灾区的头2个礼拜，我们都睡在一间废弃的医院里面而且玻璃都是破的，一下大雨，雨水跑进来非常脏乱不便这个永生难忘正言上人研判灾情之后呢，只是急难救灾的第一步就是启动以工代赈，因为这么大型的灾难，你要启动，你要清扫灾区，只靠慈济人不够的。而且呢，以工代赈也很重要的意义，让呆坐在家园、枯坐在路边而无语问苍天的灾民们能走出来，清理自己的家园跟社区那我们以工代赈就是给灾民一份超出他们当地日薪的代赈金比他一天的工资还高作为实质有效的经济援助。那慈济对6万多户家庭的全面性的这个慰问金大发放不止给他以工代赈给他钱还全面发放的有感的不少钱慰问金的大发放，让这些义务所有的灾民们有能力购买急难的生活物资也因为这样子有钱了嘛，让灾区增加了许多摆卖的小摊贩有人卖就有人买了这个经济的气氛就出来了嘛所以以工代赈开始之后3天就明显看到那个市区里面的商机慢慢的恢复，有人在卖东西有人出来买东西那1个月的以工代赈就超过30万人次的灾民投入灾区的清扫工作30万1个月里面不但让这个市容明显快速的恢复，更让整个市区的经济活动活络起来那灾民们的患难见真情纷纷在这个修复好的这个屋顶上门上或木板或纸板或衣服上
写上谢谢慈济，来发出他们内心无尽的感恩呐。那我们在清扫灾区的时候，你看整个城市灾区都是灾区嘛，都要清扫嘛。那哪来这么多的这运输那个什么山猫啊、怪兽？没有啊，这个不是政府在调动，是慈济在调动哎。我们从哪里调啊？40多辆啊，从宿务借调过来啊，坐着船运过来的啊，有大卡车啦、山猫、怪手、堆土机等等，在灾区里面到处出现，挂着慈济旗帜。那这个时候呢，就让当地政府跟很多这个国际非政府组织跟救援团体甚为压抑，跟赞赏动员有够厉害，动员力量有够强。那有一天呢，我们勘察团队去跟当地的协调救灾工作的这个市长的执行秘书会面年轻人他打趣跟我们说哇，你们慈济动员力道这么强救灾效率比我们政府还快那干脆市政府就让你们慈济来接管好了。他讲这句话的确是如此那这个就是用智慧去救灾了，用妙法在救灾了，并且从关键性的重点去做起，这也是不离世间跟人群的生活法。所以呢，灾区也是修行跟学习的地方也是道场充满了法脉跟宗门交互运用的细腻跟巧妙表面上让灾民在灾后有一份收入跟慰问金维持他的生计跟安定他的心嘛，也因为灾民有钱可以买需要的物资啦，而令当地的经济活动加速恢复热络上人说，这个也是救灾的一种权巧方便也就是宗门另一方面呢，慈济人文精神在灾区展现让灾民被充分关怀跟尊重，而不是让他们有感觉被施舍或被怜悯的，不是这样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上人所强调的感恩、尊重、爱的慈济精神在灾区里面落实那灾民也因为以工代赈跟大发放的双管齐下，他能够自立自强纷纷走出家园，投入人群这个更减轻了灾后症候群，也就是刚刚讲自杀潮的效应的产生同时也不会让灾民一味的等待救援而有了依赖的心理你看看，这个就是佛法所说的悲智双运救灾也是这样子所以上人才说将宗门跟法脉交叉运用在灾区工作中，就是一种巧妙其实硬体的重建还算容易了，但心灵的重建就不容易了。天灾是始于人祸了，所以救灾的终极目标也是要从救心开始，这才是救灾最珍贵的无形价值所在了那我经常身处在救灾的第一线以前那感触特别深刻这个是2013年那2015年也有灾难2015年的4月25号，尼泊尔发生瑞士7.8的大地震，造成重大伤亡百年古迹纷纷倒塌，基础设施损毁。那慈济马上成立救灾协调中心那时候我人也刚好也在吉隆坡在正言上人的这个指示下我立即从吉隆坡飞往加德满都跟大队会合，进行急难勘灾我们就是第一次到这个历史古国因为当地房子都是泥土跟土砖去堆砌的所以难挡地震所以灾后都是看到一堆堆的土砖跟泥土，看不到什么钢筋水泥的因此呢，一些百年古迹也是倒得很严重那我们除了派遣医疗团队去义诊之外呢，也紧急发放生活物资并着手准备盖5间的学校，这是我们的长期计划其中1间是大学，那设计图都画好了但由于政治因素的介入因为尼泊尔里面有20几个政治团体党有20几个不同党派，很复杂这个让我们建筑团队无法在当地久留，因此呢，重建的计划就胎死腹中了就很可惜了。那这个跟最近发生的缅甸大地震也是一样的情形有丰富救灾的台湾团队跟日本的救灾团队已经随时准备出发了但是这些搜救队
被缅甸政府以政治因素而婉拒了嘛？这就是因缘呐，我们也只能随缘呐。尼泊尔也是一样。然而，尼泊尔的蓝毗尼跟印度的菩提迦耶现在却有新马志工团队在当地做得有声有色哦，这又是另一种因缘的成熟啊。所以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因缘也是生灭无常啊。那尼泊尔是以印度教为国教啊，但佛教跟印度教就可以并存的嘞，而且互相影响哦。因为许多印度教徒他也会参拜佛教的寺庙。他也能接受佛教仪式跟举行供养哦，所以当地不但寺庙多，而且每日诵经啊、法会啦、转法轮啊等等的活动声音经常可以听到啊。他们是以修持咒语或者参加法会来求消灾，来求消除业障，或者是以供养僧众啦、念经回向啦来累积福德啊。所以他们认为改变命运的方式是透过自我修持跟累积福德。然而，福德不是求来的，也不是念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因此，有做才有保佑这句话呢，比起有拜才有保佑呢，更符合佛法的因果观啊。那菩萨道的修行者，因为行善助人利他，而种下了广大的善因跟福报啊，其实这个才是真正改善命运、转变命运真正的力量啊。好，现在来讲辽国啦。2018年7月23日，位于辽国南部的阿速坡省发生水坝溃堤导致大量的水库的水涌入下游地区造成数千人无家可归并对下游的乡村跟基础设施呢造成重大的破坏我们也是一样前往勘灾前往赈灾我从一开始的勘灾到大型义诊跟赈灾发放去了好几次那辽国人口将近800万85%是务农是个内陆国家，没有港口，基础建设的非常落后，即使首都都不是很繁荣跟救援其他国家的做法一样慈济马上举行大型义诊，并随即进行大米跟生活物资的发放。也因为这次的溃堤事件呢，慈济才有因缘在整个东南亚的志业分布上补上了最后一块拼图它的其他周围国家都有慈济，都20几年就有慈济了那由于慈济在全球有68个国家有据点海外会务也十分繁重而志业要有效推动的话呢，经验跟理念的传承也是关键之处尤其扮演重头角色的净思法脉更是重中之重也因此呢我现在就是在扮演二服的角色了二服那个服务的服一个是服从师父服务志工，叫做二服那不管什么角色，其实都是学习的角色角色不同，但是都是学习的角色。其实慈济故事多，3天3夜也讲不完虽然无法继续明仪的分享，但至少我们所讲的重点呢，都已经是8九不离10我们连续3集的回眸来时路就在这一集呢画下了句点感恩各位的聆听希望大家都能够法喜充满。我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再见。